生关系。这就是演员幸福的地方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真的摸到中药部位？最近有一部电影已经刻到立哲心里了，那部电影就叫做《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》。这部片呢，我号称它是台版断背山，而且它的美真的足以媲美先前也是一部非常红的《以你的名字呼唤你》。以我的名字呼唤你，以你的名字呼唤你，以你的名字呼唤我，以我的名字呼唤我。我们欢迎刻在你心里名字的2位男主角，耶！在这个世界，有一点希望，有一点失望，我时常这么想。大侠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烦我了？我不知道观众朋友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一开始你们2个真的好像，一开始有觉得彼此跟自己很像吗？没有，其实一直到就是很多朋友看过，然后说，你们2个好像，我们还是都不觉得。真的，因为我一开始真的有在看狂派博派的感觉，就是2派是因为你们都是小平头，都是学生样，但是看久之后，我发现连眼神都不一样，尤其是现在看，我觉得浩森的眼神真的就是无辜，然后其实静华的眼神有一点点坏坏的。要不要对？是因为那时候剧中的发型。对。因为我在演的时候，小平头小平头，也分不太出来，有时候也会认错人。我很好奇，就是一开始我们在选角的时候，导演就是要你们设定是这2个人设吗？还是曾经有试着要交换过来？有没有一个过程，先观察你们，然后才决定谁要演阿汉，谁要演？我觉得应该是先选他的，因为我去试的时候。我是试 Birdy 这个角色，你就直接是设 Birdy。别人可能会觉得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，但是其实在这个世界，在这个家，他觉得也没有得到那个真正自由的感觉，所以他想要飞。所以是你被蒙在鼓里。对，因为他就说先会从表演课里面去看大家的个性啊、表现、反应这样子。那你到什么时候知道？当你知道你自己是阿汉的时候，你有吃惊吗？还是你觉得你本来就跟这个角色比较像？阿汉这个角色要很收这个部分，其实对我来说蛮挑战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单纯、很善良的存在，任何东西对他来讲好像都是直接性的冲击。就是他的情感是很满的，其实那是让我在开拍前最害怕的，就是闷骚，对不对？减颜值就是要很闷骚，外表看起来酷酷，但是其实内心很狂野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是难的。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本人跟这样相反吗？应该说，那是我私底下在家里面的样子，对，比较沉闷这样子。平常在外面跟朋友出去啊，或是在朋友当中，我会比较喜欢当一个开心果，就是大家轻轻松松的，然后聊聊天这样子。那跟电影里面其实也差不多啊，是不是？对。像 Birdy 这个人的人设跟静华有像，刚好比较像相反。对，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比较安静那种，疯狂那一块我也会有，但就是在一个我自己比较安全的地方，我才会拿出来。那你们2个私底下都是属于比较安静的那一种的话，会不会一开始很慢熟啊？你们怎么样加速自己彼此？因为我知道你们还有为戏同居了2个月。对，刘导跟监制渠导他们其实蛮担心我们2个中间没有一些火花，所以他就安排了，不管是住在一起，或是常常会来宿舍陪我们玩桌游啊，然后大家一起聊天看电影。他们的戏是很细腻的，是有火花的，所以其实我在旁边看，我其实还蛮感动的。导演真的好厉害哦！就是那时候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会约去吃晚餐啊，或是一起去打球什么的。我们的相处模式比较是。就是我们会聊心情，真的聊孔夫子论语之类的老派的生活，真的就是老夫老妻状就对了。那你们有试着要让2个人的相处模式更像情人吗？同居的时候就开始培养那个来电的感觉。会叫我们写交换日记啊，然后情人的话，我觉得那是一个
感觉啦。有些感觉我们会把它累积到拍摄的时候才想把它放出来。我们这部电影全部都来真的，没有亲这样子亲的，要么就是直接这样。那我想要知道你们有没有可以爆一个彼此的料，就是在你们同居那2个月当中，你们看到对方最怪的事情，觉得是什么？然后跟最温暖、最暖心的事情又是什么？记得有一天我拍戏拍到就是蛮晚，然后隔天其实要蛮早，隔天是早班这样子。然后他就在我出门前，他留了一张纸条说，那个工作要加油哦。就是很暖的一个小举动，或是他有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在拍这部戏的时候我在减肥，然后所以他会尽量把他的饼干收好，可是有时候不要给你看到，因为他很爱吃小熊软糖，所以他有时候在拍摄过程或者在家里的时候，他就会给我几个小熊软糖，小小的，会打赏就对了。怪癖？怪癖吗？他的怪癖跟我其实蛮合的，就是。可是那个我不知道算不算怪癖，就是我们喜欢把沐浴乳、洗发精、洗面乳这些东西放在地板上。哦，我那时候看到都放在地板上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跟我很像，就是因为有时候被泡沫用到眼睛的时候，我可以很直接的知道哪里有它这样子。那就换到静华来爆料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倒头就直接睡在沙发上面，然后那时候就。连妆什么隐形眼镜都没拔，然后他就回来就看到，就把我的东西收好了，然后帮我盖一件外套。有没有顺便帮你卸妆拔隐形眼镜？把你的眼睛拨开这样。太韩剧了。都好想跟你们2个同居哦。不小心讲出心声，有没有怪癖的地方？其实他真的还好他是真的一个蛮热情的人，他有时候会带朋友来跟我一起玩聊天这样，对，一起玩这样。我有时候玩一玩都会跑到马路上那边大吼、鬼吼鬼叫。对，有吓到邻居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还是会控制。电影里面你们都是敢爱不敢讲的，可是，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也会这样吗？在拍过这部戏之后，你们会愿意勇敢的坦诚自己的另一半吗？我觉得我会，就是我觉得，其实从宣传的时候，因为有时候会跟神父就是法比欧一起宣传，然后他时常在讲到关于爱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都说他小时候他妈妈就教他说，爱这件事情要勇敢讲出来。这部电影其实我们都是因为爱这个电影所以完成了这个爱的作品。以后你就不要被偷拍的时候说，我很后悔我讲过这句话。那静华呢？静华在演过这部片，我觉得要看。那一个人他接受的程度到哪里，就是他自己可以接受的范围到，就保护另一半就对了。那八卦问一下，你们有被限制说不可以交男女朋友之类的吗？没有啦，不会。那你们曾经做过对另一半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？浪漫到让我来评判你们的行为，哪一个人可以刻在我心底？因为其实，在电影里面桥段那个偷气球实在是太梦幻。但那其实是曲导的亲身经验。所以曲导做过这样的事哦，所以那个偷气球人是曲导。刻在你心里的名字。真的？那对方现在是他老婆吗？还是？不知道，这你问他。曾经有一次呢，因为另一半生日。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学校，那一天我就为了他装病，就是他生日那一天，我故意一直在他面前咳嗽啊，然后就是擤鼻涕这样子。那从小就戏精，对不对？没有，那时候是为了布置给他惊喜。然后那时候，所以他生日那一天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生病，可能没办法到学校帮你庆生或干嘛。”所以我就安排了几个朋友。买了一个蛋糕，就是在中午的时候给他，然后就帮他庆生这样。那他就是大家，他许愿的时候啊，然后大家就跟他说啊，没关系啊，陈浩生没有来，没关系啊，不要难过什么。但其实我一直在校外等，然后等到因为中午就是吃饭时间，然后是他庆生的时间。我就在中午的时候进去，然后那一天我没有背书包，我买了一只玩偶。然后我把要送他的礼物，就是把那只玩偶拆开，然后缝在里面，然后还有卡片，然后把它缝，就是
我还去裁缝店跟那个阿姨说，你可不可以教我缝怎么样才没有痕迹？你自己手做的哦。然后我就背着那只玩偶，然后走到他们班上，然后就送给他那只玩偶。天哪，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？但是他一直没有发现里面有礼物，然后所以我是到了晚上，我跟他说，今天的生日礼物就是一只玩偶，你开心吗？他说，哦，很可爱啊，抱起来很舒服。然后我说，最好是抱起来很舒服，里面明明就硬硬的。我说你把它拆开来看。他应该会说，我比较想抱是你这样，这个抱起来比较舒服。那静华呢？哎，这个有的拼哦。我自己觉得做过比较浪漫的事情就是，我有一天晚上很晚回来，然后那天好像就我忘记吵了什么架这样，然后就晚上就打给他，叫他出来这样，然后我就骑着我的机车载他到一个高雄很漂亮的地方看夜景，就这样，很朴实的小确幸就对了，在这么繁忙的日子当中，可以抽空陪另一半，其实就已经是你的极限了，就对了。好，立刻就超生赢了。那你们真的有被自己的家长暴打过吗？小时候有没有被打过？打，因为这位在电影里面很惨，对啊。那场算是一颗镜头而已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一直追打，一直追打。我怕狼那些天嘛，表现实在太好，我再怎么打，怎么弄，他们都没有叫一声。这么敬业的年轻人实在是很少了。慢动，舒服，谢谢，辛苦两位，谢谢。我小时候是被蛮常被打，真的哦，是真的，所以爸妈很严格。边洗澡的时候边被打。成绩考不好，还是做错什么事情，就是出去玩太晚回来，然后那时候我爸又跟我妈吵架，然后就那个累积的情绪就发泄在我身上。哦，所以为什么上次你讲到爸爸爆哭，是因为这件事吗？心里面还在痛？不会是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其实长大了真的不会放在心上，只是会觉得说，我爸以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，可是他现在已经转变了，他现在转变成那么支持我。那浩森有被父母揍过吗？有，小时候家里也是管蛮严的，而且我们家应该算是不太缺打人的东西。那什么叫做你们是有一个格雷的房间，就对了。家就是妈妈让我跟妹妹还有姐姐都是学琴的，所以我们的弓拉到坏掉的那个弓毛就拔掉，就是一个棍，就是一个秀谁啊？对。那个打应该很痛哎，很痛。小时候我们就是没有练琴就会被打，或是练琴的时候妈妈就会坐在客厅听那个音准，因为妈妈是喜欢唱歌，所以她对音这个东西很敏感。那小时候我们练琴的时候，很常就会被开门，然后就打你在练什么东西，没有拉准，你在干嘛？冲拉手什么？哦，很严格哎。考试就是低于90分，少1分打一下这样子。低于90分哦，你妈是当老师的吗？记得有一次就是真的，她很喜欢打大腿后面。然后有一次打到我去学校上课的时候，我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会站在后面上课。”因为这里真的被打到一坐下去的那个刺痛感，你会很难坐不下来就对了。那现在有变成厉害的小提琴，就是说好像还没，也还没。那有被同才打过吗？我没有。我如果不讲话的时候，我就会感觉比较凶。哦。如果你要演 Birdy， 你会有什么样的眼神？我觉得没办法，Birdy 不是坏人，对，但是 Birdy 的眼神很杀，你知道吗？其实 Birdy 的眼神是坏惹人爱那一种。就阿汉就是属于很纯情，然后很 innocent 那种很天真的眼神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1秒变换好不好？因为你刚刚我在跟你访谈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好几个 Birdy 的眼神，像现在，哎呦，我害羞起来。但是如果你是阿汉的眼神呢？有吗？有哎。我觉得就是你只要一直注视着对方。他要挑战一下 Birdy 吗？
啊，不行哎，糟糕，糟糕。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吻戏，因为你们都把荧幕初吻献给了对方。吻戏，他是我是荧幕初吻，你是啊，不是荧幕初吻哦。第一次的荧幕初吻应该是跟女演员。有一个女生，2个男生。我怎么有一种像在跟妈妈抱怨我几个女朋友的感觉？没错没错，而且妈妈正要问你说哪一个吻起来最好？是给红色气球的时候给徐浩这样子。哪一个吻起来感觉最好？我没有去想象那个嘴唇的触感是怎么样，我只觉得就是那个角色到那里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很顺其自然的做，不要想太多，亲的比较自然。对，也是怕的啊，可能就会看得出来你嘴唇有点收，或是刻意不亲到什么的感觉。可是嘴唇有点收跟刻意不亲到的感觉，其实在这部戏里面也有另外一个，对你，其实在这部戏里面被2个人亲嘛，对，然后第2个那位，你有没有比较纠结？我有这样，特别去做什么心理准备或什么的吗？他那天来的时候，他带了几个包子，我们一起在那边喂鸽子跟喂鱼，然后就很快的就很像我们电影的情节一样，那就顺着这个东西被拍下来，然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说晚上的戏怎么办？然后我说导演就交给你代理这样子，我说我会尽全力配合。他就告诉我说，那你要记住今天晚上，因为只有在当演员的时候，你才能那么放肆的去体验生活，就是像我在电影里面演跟一个老人发生关系。这就是演员幸福的地方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真的摸到重要部位？没有啊，我们连就是我们都有做防护措施。对，但是那一场，所以那场戏有做防护措施。对，然后是因为他解开了我的裤裆，然后但我后来把它推掉的时候，我是抓着跑出去的。那跑出去的时候，到外面就是一个就是真的公园这样子，然后其实有路人，所以我抓着裤裆开这样跑出去，就是有点尴尬。那静华呢？静华荧幕初吻竟然就是献给了浩森，那你有羡慕浩森有这么多次荧幕吻戏的经验吗？没有。那你会比较害羞吗？在拍之前的确有想过吻戏这一块，就可以接受。后来拍了1次之后，脑袋中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把当下的那个情绪跟这个吻结合。因为毕竟这是你的第一次，你有先准备，例如拼命刷牙、吃口香糖之类的嘛。导演是在我们拍之前都有做这些东西。那时候我们在澎湖拍的时候，就是在澎湖最后我们有一个吻戏嘛。那场在要拍那一刻的时候，导演就走出来，然后从他小包包拿出枸杞芳香剂、口香糖、薄荷糖，说来请选择，把嘴巴。导演好贴心哦。而且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在那个小电影播放间的那一场戏，就是你给我看 Birdy 那个影片的时候，那时候前面他在吃面，那时候其实拍到中后段，然后我们2个时常在戏外的时候就会互相打闹这样子，就是说。你再继续闹，我就要等一下吃牛肉面，故意留一条面在这里，然后让你亲我。天哪！然后还吃爆米花，就那天静华的嘴巴就是牛肉面各种味道，就对。接吻当下有被电到，被他我相信蒙蒙眼神。Birdy 一定有啊 ，Birdy 有，好，我也相信你们的爱是真的，因为真的就感觉非常的美好。你们2个用你们自己的角色来跟镜头当成你的男友视角，请他进戏院支持刻在你的心底的名字。我不知道如果交换角色会不会对你们来讲比较难，如果蛮难的话，就本色没关系。看你。我们先来看浩森版的 Birdy。我看一下 Birdy 长什么样子。嘿，如果你给我的跟别人给我的一样，那我就不要了。9月30号，记得来看，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哦。好啦，我听到我尽力了。有 OK， 而且我听到那句我很喜欢的台词，算是很经典的，本人面前演他，怪怪的感觉。嘿，面对那一个你喜欢的人，你难
敢大声说出来。9月30号，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。我们10月见。好，谢谢两位。但是我们后面有一个小游戏哦，默契考验。我知道你们已经被各式各样综艺节目考验过默契啊，但是我们这个版本又不太一样了。嗨 ，ET Today 的观众朋友们，这样大对。没事。嗨 ，ET Today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陈浩森，我是曾敬华。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即将上映了，全球精彩独家报道，锁定星光好选择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个赞哦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